大家好，不得不说，赵丽颖复出之日就是开挂之时，不少无良客、黑心粉就开始了重新把目光瞄准了这个自带话题、顶流光环的大明星。2020年8月的一期《天天向上》的节目中，中餐厅4的成员们热闹捧场，齐聚宣传。林大厨、张亮等等自然都是排队亮相。作为话题度最热、期望值最高的女嘉宾，赵丽颖自然成为了万千目光、镜头紧追的绝对女主一番了。而那边厢，天天向上的主持人，那个高冷年轻的王一博，因为和赵丽颖一起合作拍摄了《有匪》这部年度的大戏，所以这对引人注目的话题姐弟自然迎来了少有的同框的机会。自然而然的，当现场的观众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赵丽颖、王一博身上的时候，同样的，两个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便成为了造谣者和黑心客摩拳擦掌、肆意诋毁、攻击、谩骂、造谣生事的难得的机会。两个人的肢体互动、语言交流，更成为了各种显微镜或者放大镜操作下鸡蛋里面挑骨头的焦点所在。于是，麻烦真的来了。已经相当注意分寸、言行举止尽量内敛的赵丽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造谣者们居心叵测的火眼金睛和惯常指鹿为马的黑心手法，最终还是在节目中被人逮到了个现行，爆出了年度最大的冤案，简称胡辣汤冤案。诡异的是，这出冤案摆明了只是一个完全无害无心、简单不过的喝汤动作而已，结果赵丽颖还是掀起了一波被黑的狂潮，实在是莫名其妙。现在回过头看看，赵丽颖千年招黑的体质以及造谣者基数庞大的能量，可见一斑。无论你看过还是没看过，参与还是没参与这场堪称年度最热的网络谣言的盛大狂欢，我都只想谈谈自己视角的4个观点。如果您深刻同情这个无辜挨枪的赵丽颖，或者不幸扛锅的王一博，欢迎您大力点赞，以示支持，以示安慰，因为他们都太难了，太惨了。同时也欢迎您无论现在还是以后看到这些无中生有、谣言生事的营销号、造谣者，都直接举报了事，让这个世界清静一些。方法可以参考留言区的链接，非常感谢您的鼓励、支持和参与。废话不多说，有图有真相，这就是冤案发生的现场。短短2秒钟的现场，便让赵丽颖满肚子的冤情都仿佛石沉了大海。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众口铄金，有口难辩。他的罪证就是把自己的勺子直接伸进了王一博的碗里，同时他也犯下了2条大忌。第一就是不卫生，通常所说的病从口入，就是容易通过别人的勺子或者筷子进行交叉的感染，这可怕的幽门螺旋杆菌甚至是胃癌的重要病因之一。因为它不怕胃酸，所以足以导致胃病。所以说赵丽颖不顾王一博的健康，传递幽门螺旋杆菌，完全是害人又害己。第二个罪证就是男女授受不亲。要知道当时的赵丽颖已经当妈，还没有离婚，如此不守妇道，毫不避嫌，去和一个年轻自己10岁的未婚帅哥同喝一碗汤，算是彻底踩到了不少人的思想红旗和道德底线。要知道，艺人不仅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更必须接受道德的约束。于是乎，赵丽颖的一个喝汤动作，算是完全突破了造谣者的心理防线，迎来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造成了年度最大的被黑事件。然而，抓住这2秒钟的无心动作去大费周章，正是造谣者抹黑者的惯常手法。就像正常的一句话，如果被人有心裁头结尾，就肯定会让原本的语境大变，意思相左。这桩冤案的起因道理一样，单纯从2秒钟的画面上看，赵丽颖的确被抓了现行，无法辩驳。其实当我们了解了前因后果，就会对这个小插曲报之一笑，只剩下无尽的悲哀或者同情了。其一，王一博这位嫌宋祖儿太吵，
跟良田零交流的高冷的男神，在这个天天向上的舞台上，把全部的温柔都给了搭档赵丽颖。可见他们在拍摄有匪的时候合作相当的无间，相处非常的愉快。这就是赵丽颖被黑的潜台词，因为王一博实在是太照顾太宠溺她了，所以冤案中的亲昵动作更触动了并伤害到了别人的神经。然而想想看，这个眼神干净做事纯粹的年轻人，工作的内容本来就是跟大家分享各地的美食，帮各地的商家和农民推广美食的名片。如果作为嘉宾的赵丽颖在这期节目中放不开手脚，扭扭捏捏，到头来照样会有人骂她矫情或者耍大牌不地道等等。总之，另一种类型的冤案照样会坐实。其二，在这期的节目中，王一博跟赵丽颖是一对的，胡辣汤又是王一博的家乡美食，为自己的家乡打 call， 王一博绝对会尽心尽力，因此他向赵丽颖极力推荐的动作完全是无可厚非。而且如果当时的场景中旁边有其他的女孩也在喝胡辣汤，而赵丽颖在众多的选择面前偏偏去喝王一博的那碗胡辣汤，那么就肯定迎合了造谣者的黑心理了。然而问题是这个假设不成立。其三，赵丽颖是一个出了名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的苦孩子好孩子。当时的赵丽颖其实已经吃饱了，如果在自己明明喝不完一整碗胡辣汤的情况下，为了保持所谓的社交距离和避嫌，去端起一整碗新的胡辣汤喝，自然绝对不会出现冤案的场景。然而如果他喝完一口就放下了这碗胡辣汤的话，那么造谣者注定还是不会放过他，照样会骂他浪费成瘾，不知人间疾苦。所以在这个冤案中，赵丽颖在不浪费的前提下浅尝了一口王一博碗里的汤，完全是妥妥的节约的表率。其次，重点来了，现场的真实情况是，当时赵丽颖为了避嫌要了一个新的勺子，跟着便有了把勺子伸进王一博那碗胡辣汤的场景了。请注意，王一博当时也非常绅士的端平了自己的碗，招呼赵丽颖先吃，因此当时的场景还原压根就不可能出现交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等等黑心客们烧脑的可怕场景和无耻的想象。话说回头，当时两个人的距离那么远，中间可以站上两个人的情况下，怎么就看出来他们在玩暧昧和无底线了？想当年，张雪迎因为与秦俊杰同喝一碗胡辣汤，就被质疑插足秦俊杰与杨紫之间的感情，而那个案发现场才是真正的辣眼睛，因为张雪迎和秦俊杰两个人的脸都几乎贴到了一块了，那才是玩过火的真正的捉奸现场。至于说黄晓明和当时已经是有夫之妇的赵薇同喝一瓶水的梗，那就更是无话可说了。赵薇现场一句没关系，我们不分彼此，反倒让两个人的关系成为了一段佳话。这就是现实版的拍案惊奇，因为对象不同，所以结论也不同。想想看，主要还是这个大大咧咧的赵丽颖太招人羡慕嫉妒恨了。特别是那些看到赵丽颖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心里面就越来越憋火的人。有一段精彩的对白可以说明了一切。有人问一位赵丽颖的铁粉，你喜欢谁？这位铁粉回答说，赵丽颖。于是下一个高光的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一直都有很多人在黑她，你怎么看呢？于是高光的回答也来了，这位铁粉坚定的回答说，我只知道天色越黑，星星就越闪亮，人间万般不值得，但是他值得。我想弱弱的问上一句，屏幕前的您会是这样的铁粉吗？如果是，欢迎您在留言区中复制和粘贴这句话，一起玩一玩接龙。再重复一遍，这句话是，我只知道天色越黑，星星就越闪亮，人间万般不值得，但是他值得。最后，如果您依旧喜欢这个无辜被黑的赵丽颖，
以及这个无辜背锅的王一博，并且深恶痛绝那些黑心作坊的谎言和无休无止的谣言。欢迎您继续大力的点赞、鼓励、订阅和支持，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只有夜色，也需要阳光。当我们见到正能量就加油，见到黑作坊就举报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便会少些黑暗，多些阳光，显得更加的暖心和可爱了。您说对不？多谢您的鼓励、支持和时间。